这个东西不要查资料，你能猜到它是什么，能干什么吗？哎，给你5秒钟时间啊，留言里面来告诉我。好，我来揭晓答案了啊。它是一个计算器，哎，完全不用插电的机械计算器。上个世纪50年代生产于列支敦士登，名字叫做 Kerta，可以快速的完成加、减、乘、除，甚至开方和立方根等数学运算。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呢，它简直就是一个能够握在手上的计算神器啊！是的，同时代其他做运算的东西，你是怎么也不可能握得住的。我的这个是科尔塔2型，里面有719个零件，当年售价$165，保存至今，你看依然非常亮丽啊。其实它背后的故事，还有它里面的结构呢，更让人着迷。我一定是会讲的，但大家请给我一点时间啊，让我好好去研究一下。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它的加减乘除这几样基础运算，到底是怎么算的，以及跟我手机上的计算机对比一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算得准呢？好，开始啊。好，我们就从最基础的、最简单的加法开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输入数值的地方啊，其实也是一个储存数值的这样一个储存器了，不过是机械储存器啊。然后它是通过往下面拨这根杆子上下拨这根杆子，你看这个数字就在跳动这里面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构，我以后会讲到的我们今天先不去关心它可以通过它来输入我们想要计算的数字了。好，那我们先来算一个，这样吧，就是148加256等于。好，那我们第一步呢，就要在我们的这个输入盘上面输入一个148，好，然后接下来呢，这一步很重要，你看，现在在这个上面就是顶部呢，其实是有2个部分的，一个是黑色的区域，一个是白色的区域，对吧？黑色区域呢是显示运算结果的，然后白色区域呢是在除法的时候呢，它是显示商是多少，然后其他的运算呢，它是显示我们到底运算了几次。你看这儿已经有了一些原始的数字，是我上一次运算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先要把它给清除掉就是把这个内存给清除掉。怎么清除呢？把这个东西你看往上轻轻抬，往上轻轻抬，然后这个清除杆转一圈就可以了。我刚刚转了2圈其实转一圈就可以了。你看数字呢就现在恢复到00000全是0了这个我待会儿会讲到的。好，现在第一步呢，我们先要把我们这个148呢输入到我们这个计算结果上面来。所以说现在这个把这个旋转杆顺时针转一圈，看到没？148已经出现在我们结果这边了。好，现在我们用加法运算加256，好，接着把这儿呢输入256，好，再转一圈，结果是404。好，我们来验证一下148加256等于404看这加法很简单是吧？然后也很准确。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个减法。那减法的话，我们这样吧，我们来756减135等于。好，同样的我们也是在这个数值输入盘上面输入756，756已经出现了756，然后要减135，对吧？但是看我们刚才的计算结果呢，还显示在这儿，还储存在这儿，所以说第一步呢，我们把它给清除掉，先清除掉了，是吧？756，那减法该怎么减呢？第一步呢，我们也是先要把这个756呢，输入到这上面来，所以说转一圈756。好，我们要减去的是135，好，然后减法呢，很简单，只需要把这个旋转杆往外拉起来，就可以了。然后旋转一圈，你看刚才我们刚正转一圈之后，这边计数器已经是1了，对吧？那我们再转一圈，它应该会把刚才的那个计数给减掉，然后结果已经呈现出来了，621。那是不是这样的呢？756减135等于621，很厉害啊！好，接下来我们算个乘法，这样吧，我们第一步还是先把这个清掉，结果清掉，
清内存，然后这样我们就756乘以135，哎，这个数字应该是挺大的啊。好，那第一步呢，这个756啊，乘法。其实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Curta 这个手持计算器呢，处理所有的这个计算，它其实都是按照加法来进行的。我们现在来算这个756乘以135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756一共加了135遍，对不对？756加了135遍，不就等于756乘以135了吗？所以说它的工作原理其实是这样的，756。那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加法啊，好，我们先确认一下已经回零了。然后摁进去，那135，现在我要用一个捷径了。这个转盘其实是可以定义一个我们你可以这样讲吧，这个1是乘以1，这个2是乘以10， 3是乘以100， 4是乘以1000。我们现在先乘个百位数，你看百位数，我们乘的是135，对吧？百位数是1，所以说百位数呢先转一圈。所以你看这个白色转盘这边是100了，看到没？已经100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儿显示的结果呢，已经是756乘以100的结果了，75600了。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乘35了，对吧？那就乘30。那这儿我们把它放到10位数，乘30，转一圈，转2圈，转3圈，哎，就相当于结果呢，就相当于是756乘以130了。最后个位的5，好，乘以5，转5圈，好，乘以你看135，对吧？假如说现在，哎，如果我多转了一圈怎么办？那把这一圈减掉嘛。好，所以说现在结果是，我们来先看啊，我们这上面结果是102020，10202060，好，我们来用计算器来看看啊，756乘以135，102060，102060，依然很准啊。好，那到除法了，除法呢，哎，很有意思。我们这样，我们除法是比较没有那么直观的。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小的除法嘛，42除以6等于多少呢？马上口算就可以算出来了，对吧？6、7、42，所以说结果应该是7啊，商是7，对吧？这是除数，这是被除数，然后这是商。那现在呢，我们先把它清零一下。好，这个时候呢，哎，看我们要把除数放在这儿了，除数是输入到这儿。然后呢，现在我们要让黑色的这个盘呢，我们旋转多少圈之后，要让它变到我们的被除数42，然后这边白色的这个转盘上面就会显示我们的结果，也就是商了。好，我们来试一下啊，对，确定它已经清零了，转一圈6是吧？12、18、24、30、36、42。好，现在你看，除数、被除数、除数、被除数，除数是6，被除数42，商7啊，这个不用我再用计算器了吧，对不对？结果就是对的。好，我们现在再来除一个大一点的啊，我们用这样，我怎么这么喜欢7呢？换一个啊，6、4、3除以25等于多少？因为这个除数和被除数呢，应该说是被除数比较大，所以说它的结果呢，我们可以预期，应该说后面是带小数点的，然后位数比较多一些。那为了让我们这个结果盘它能够显示全呢，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样一个操作啊，这个操作呢，就是把我们这个旋转盘，你看这个旋转盘抬起来，它可以旋转到后面的这个相应的位数。比如说我们想要后面给它留几位，就转到哪儿？比如说我们尽量往高位挪一点，比如说7位吧。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到我们的数字输入盘上输入除数25。好，然后现在到这个黑色的盘上面呢，让它显示643，把它旋转到643。好，
哎，选了一圈25，两圈50啊，这个可能要多选好多圈啊。好，325。哎，625，我们可以预见到，我再转一圈，它应该就是多少？650了，对不对？超过643了，哎，这样肯定不行的，所以说我们要给它减一个25，好，625。那现在625和643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对吧？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位数往后挪一下，然后再来转，看它也是在不断的去接近我们的643了。好，6425，哎，6450又超过了，所以说减一圈，然后往后退一格，然后64275，643000000。好，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被除数643已经出现了，是吧？然后25啊在这儿，然后结果呢现在是2572，哎，2572肯定是不对的。那小数点究竟在哪儿呢？啊，现在就这样来一个操作了啊。这个是提示我们小数点在哪儿的。我们先把这个点呢放到我们这个被除数的最后一个个位的后面，也就是3的后面，对吧？然后我们现在数这个3后面有多少个小数点？1、2、3、4、5、6，6个小数点，然后减去除数后面的小数点0啊，就是6减0等于6。那我们就要在这个白色盘这儿后面呢空出6个小数点。好，我们来看看啊，1、2、3、4、5、6，应该是在这儿。好，所以说你看，我们再来看看结果啊，这个刚才这样，我用这个就可以了啊。对，所以说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5.72，25.72。那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的呢？643除以25等于2572，2572，哎，还是很准的吧？对，这个你显然，我觉得如果你要拿它来跟现在的这个电子计算器或者手机上面的计算器来比速度的话，可能还是不占优势的。当然，除非我天天练习啊，我天天就在这上面训练，哇，我这个输入转得很快，然后我脑袋转得也很快，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比较接近，我用计算器来算出来的结果。但是呢，就这个当时啊，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这样一个没有手持计算器以及这个没有电子计算器的时候呢，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所以说当时他完成了很多很多工作，包括商业上面的运算，包括科学上面的运算，包括这个飞行员对这个的运算等等，确实这个帮了大家的很大的忙。好。那今天这个介绍它到底是怎么来运算的，加减乘除这样一个短视频呢，就演示到这儿了接下来大家这个耐心的等等，我好好的讲讲它的历史，因为它的历史真的很有意思。讲讲它的历史，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讲它到底内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哎，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运算的？你看，我还花了这个$7.99到这个科学美国人的网站上面专门下了当年这篇文章是2004年的时候写的一个文章，然后里面有讲到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我还会查很多的资料，然后我们来看看，哎，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好吧？然后呢，今天这个视频也有个想请大家跟我互动的这个你们可以给我留言这个可以为难我，你们可以给我出题加减乘除都可以。比如说，你看刚才我加减乘除的都是整数嘛，你们可以让我724.6除以16.27，哎，那这个怎么算，对吧？大家想看吗？那还有比如说这个5.66乘以1.88等于多少？哎，大家想看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吗？对，就是你们为难我给我出题然后我改天来选几道题，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好玩的玩意儿科尔塔。这是一串摩尔斯电码，它们组合在一起代表3个字母 SOS。
国际通用海难救援信号，或者说是国际救援信号也行，因为任何时候只要你发出这个信号，就代表你一定是遇上麻烦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要用这3个字母呢？我再来打一遍，你再仔细看看，看能不能悟出点什么。好了，如果你已经有了答案，请把它打在弹幕上，稍后可以得到验证。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神秘的摩尔斯电码。1830年代，画家塞缪尔·摩尔斯受到拉菲特侯爵的委托，离开家中的妻子，前去给他绘制肖像。但就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任务时，却收到了一封从马背上送来的家书。信中写道，妻子病重，很有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摩尔斯马上启程往家赶，但不幸的是，当他到达的时候，还是太晚了。他的妻子不仅已经死去，而且甚至都已经被埋葬了。没有见到爱妻最后一面的摩尔斯非常沮丧，并且也对信息传输的效率之低感到气愤不已。于是决心设计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能够用上当时速度最快的无线电技术。然后我们熟知的摩尔斯电码就诞生了。它用一短一长2种脉冲信号来定义信息，短的表示点，长的表示华。点和华的不同组合则对应着26个英文字母和10个阿拉伯数字，因此几乎可以传递任何复杂的信息，比如黑洞里面的量子数据。Translate the data into Morse and feed it to me. 那么问题来了，当年摩尔斯是依据什么原则来为每个字母定义它们专属的点花图案呢？是随机的吗？看上去有点像啊，完全没有规律，有没有？但是等等，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2叉树上，似乎看上去就有点意思了。在这里，每一个分叉的左边都代表一个点，而右边则代表一个华。分叉了几层呢，就代表着有几个点或者几个华。一眼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字母 E 用一个点就能敲出来了。T 也够简单，就是一个华。要敲 S 呢，就是左左左点点点。要敲 O 呢，在2叉树中正好跟 S 是对称的，右右右滑滑滑。要敲 P， 左右右左点滑滑点，有点绕了啊。敲 Z 也是这样，滑滑点点。总的来说，成绩越往下分叉越多，敲起来就越复杂；成绩越往上差分的越少，敲起来就越简单。恰好敲起来越简单的，正是使用频率越高的字母，而敲起来越复杂的，正是使用频率越低的字母。所以你会觉得它们只是一种巧合吗？怎么可能呢？这就是摩尔斯当初的设计原则了，能够让人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出信息。所以回到 SOS 上面，他们之所以是 SOS， 既不是很多传说中说的 Save Our Souls 救救我们的命的英文首字母，也不是 Save Our Ship 救救我们的船的意思，而纯粹只是因为它们简单。但又不至于简单到容易产生歧义，比如一个点一个划 ET， 外星人吗？当然，如今我们有了卫星通讯、光纤宽带、WiFi、5G， 摩尔斯电码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有的时候掌握了它，能够让你在关键时刻实施降维打击。2010年，乔斯 S 佩奇奥上校，后面我们就把它简称为上校，正在准备营救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 FARC） 俘虏的大约500名人质。这些人质被严密监护并分布很广，所以硬来和偷袭都不现实。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逃跑。但如何才能只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计划，而监护他们的武装分子却不知道呢？上校想到了摩尔斯电码，因为这些人质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有很大的可能能够理解摩尔斯电码所传递的信息的。而武装分子嘛，则恰恰相反了。但明目张胆地发送摩尔斯电码显然也不可以，那怎么办呢？整个故事当中最高潮的部分来了，上校找来了哥伦比亚最优秀的一些广告策划人和音乐制作人，写了一首流行歌曲，然后把一段摩尔斯电码的信息编码后植入其中。这首歌叫做 Better Days 美好的日子，通过130多个电台播放，有300多万人都听到了，并且在 FARC 控制的农村地区还很受欢迎呢。当美好的日子的歌声在丛林当中回荡的时候，其中包含的19人获救，你是下一个不要失去希望的摩尔斯电码信息，也传进了人质的耳朵当中。上校的计划成功了。我放一段带有编码的音乐给你听听，看看你是否也能够听出隐藏在这背后的滴滴滴滴滴。
有没有听出来？融合的真的很完美，有没有？所以当2011年这项任务解密之后，美好的日子还去戛纳拿到了一座金狮奖呢。其实类似这样使用摩尔斯电码获救或者是秘密传递出信息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是下次当你看到有人向你频频眨眼睛时，你要思考一下，他是不是在给你打暗号了？最后咱们来互动一下，顺便也帮你巩固一下，认真听听我敲出来的这段话是什么。如果你已经听出来了的话，就把它写在评论区里面吧。我来看看谁会是第一个答对的。积极留言有惊喜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把美国的发现号航天飞机熔了拿来炼金，你猜看能够炼出多少黄金来？大约41公斤。当然，这还得取决于你的技术如何。当然，至少人家在生产的时候是真金白银的砸进去了那么多的。那么究竟砸到什么地方了呢？我明白了，一定是那些裹在航天器表面的金箔了，就像这些一样。可惜并不是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黄金。先接着刚才的讲那个我们经常都能在卫星探测器、空间望远镜上看到的金灿灿的薄膜呢，其实根本就不是金箔，它的里面是一点金都没有实际上它是由一种名字叫做聚酰亚胺的高分子聚合物与金属铝复合而成的材料，叫做 MLI 多层隔热材料。由于聚酰亚胺本身是黄色的，跟银色的铝组好 CP 之后呢，就正好变成金色的了，非常具有误导性。你要是也是它的受害者之一的话，就请在评论区里面举手示意一下。它的作用其实在它的名字里面就体现出来了，主要就是为了隔热的。宇宙中最大的保温瓶在什么地方？太空中真空的环境呢，意味着一切的热量都无法靠空气的对流来完成，所以热的地方巨热，冷的地方巨冷。对于我们发射上天的卫星和探测器而言，就是向阳的那一面在接受炙烤，而背阴的那一面却挣扎在冰窟窿当中。这对于内部的精密仪器而言，已经不是什么舒不舒服的问题了。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手段来控制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状况的话，它们盖尔皮的用时是会非常短的。于是 MLI 就上场了。虽然太空中没有对流来传导热量，但是可以辐射而辐射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热传递方式。想想冬天里面的小太阳。这是一张 MLI 材料的特写照片，可以看到它是由很多层的镀铝聚酰亚胺薄膜组合而成的，在每一层聚酰亚胺之间呢，还夹着一层网格状的材料，有点像是我们医疗用的纱布。前者负责将热量以光的方式辐射出去，后者负责隔绝每一层聚酰亚胺薄膜之间的热量传递。这样越是到内层呢，所吸收或者是散失掉的热量就能够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它还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好处呢，为航天器构筑起了第一道防线，把一些微陨石挡在了外面。在它们还没有碰到航天器的表面以前呢，就在这里被分解和蒸发掉了。当然，它不可能像是一个真正的防护盾那么有效，但作为一个正品而言呢，还真的就是如镜子一般发光好了，但真金究竟藏在哪儿呢？大概有3个地方。第一个其实也是被涂在塑料膜上的，当然这个塑料膜呢是裹在里面的黄金可以非常有效的屏蔽紫外线和 X 射线，所以呢就能够为失去了地球大气层保护的暴露在宇宙射线和太阳辐射之下的航天器内的敏感电子元器件提供防护。它会被镀在一些塑料薄膜上，包裹住这些敏感的元器件，所以呢这会是我们拿来炼金的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第二个也是大头就是那些电子电路上的触点了。黄金的导电性在所有金属中呢排名第3，仅次于位列1、2的银和铜，但其化学稳定性呢却异常的出色，比后两者都要耐腐蚀的多哪怕是在极端环境下也能够撑上很长时间，是用来制作电子电路当中那些关键触点的理想材料，比如芯片上的针脚、内存的插槽、高保真音响的接头等等，可以将额外的干扰降到最低。虽然航天飞机上没有高保真音响，但是考虑到它有大量的电子控制系统，所以多镀点金是很有必要的。还有第3个地方，航天员的舱外宇航服上，你看这个玫瑰金色的头盔多漂亮绝对颜值拉满，有没有？当然，它肯定不是为了让航天员看起来更像黄金圣斗士的。之所以要在头盔的面罩上镀上一层真金呢，其实是为了护眼的。
黄金可以非常有效地反射红外线，却不会阻隔可见光，于是镀上一层金的黄金面罩，就可以既让航天员看清外界的事物，同时还能免遭完全没有经过过滤的阳光直射了，真是既好看又好看啊！好了，现在你已经知道到哪边去找炼金的材料了吧？只是把退役的巨大的航天飞机呢，从美国的博物馆里面拖回来，应该是有点难度的。那么从旧手机的电路板上下手可以吗？这个呢，咱们就可以去看看西瓜整活区的博主闲得累最近正在做的事啊，用100部手机来炼金，它到底能成功吗？炼出的金子跟发现号上的比起来，又会差多少呢？欢迎大家前往他的视频里面去一探究竟啊！